1941年，美国因对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侵略感到强烈不满，认为其行为严重触及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政府决定对日本实施一系列针对性的经济制裁。这些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与日本的石油、橡胶和矿产等重要资源的贸易，意在削弱其经济和军事能力。尽管日本在工业方面具备一定实力，但由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极为匮乏，这一缺陷成为了其最大的软肋。一旦这些关键资源被封锁，日本的战争机器便无法继续高效运转，战争的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资源的匮乏，日本意识到，唯有通过强行控制南亚地区，才能保障其战时需求。南亚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橡胶和石油资源，还有潜在的市场和战略位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悄然对美国位于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突袭。这一突袭不仅是对美国的军事打击，也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正式爆发。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初期与日军的交锋中接连遭遇挫败，这一系列失败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响，士兵们的士气也跌至低谷。面对这种局面，1941年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明确指示军方必须尽快组织针对日本的报复性打击。在经过反复商议后，决策者们一致决定出动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首要目标选定为东京。然而，实施空袭面临一个重大挑战：轰炸机的起飞地点。当时美军装备的陆基轰炸机航程不足以覆盖东京，舰载机则需要冒着巨大的风险航行至日本近海进行空袭。如果被日军的外线警戒舰艇发现，所损失的将不仅仅是几架飞机，可能会对整个军事行动造成致命打击。因此，空袭东京的计划似乎还需仔细考虑。在此关键时刻，海军参谋次长弗兰西斯·罗尔上校经过考察陆军航空兵的基地后，提出了一个创新方案：如果航空母舰能够搭载陆军的双引擎轰炸机，就能在日军的警戒线之外进行发射。机组在完成空袭后，可以在中国降落。经过反复筛选，美军最终确定使用 B-25米切尔中型轰炸机作为此次远程突袭的主力机型。然而， B-25的最大续航距离仅为2173公里，无法满足从航母到东京再到中国的3481公里航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军决定对 B-25进行魔改。首先，减少飞机的重量成为当务之急。工程师们拆除了尾部的12.7毫米机枪，这不仅减轻了飞机重量，还为额外加装227升燃油提供了空间。为了防止日军截听通讯而暴露计划，轰炸机上的104公斤无线电设备也被无情拆除，在投弹舱中增加了956升的橡皮油箱，而在投弹舱上方则加装了605升的折叠式油箱。此外，机腹炮塔中也安装了416升的金属副油箱。通过这些改装， B-25的油箱容量从2445升提升至4319升，甚至在无线电源座舱里也被疯狂地加装了227升和10个19升的小油箱。这一改装要求机组在飞行过程中不断将小油箱的燃料加注到炮塔的副油箱中，甚至提前实现了美军自给自足的空中加油。为了进一步减轻 B-25轰炸机的重量，军方决定对机载设备进行多项精简，照明弹的数量被缩减至仅2颗，同时投掷炸弹所使用的瞄准器也进行了更换。昂贵的诺顿瞄准器每个价值$1000被一种用报废铝制材料制作的简易替代品所取代。这种替代品价格低廉，仅需$20，且重量只有1公斤，充分体现了物美价廉的原则。此外，炸弹舱的炸弹挂钩也经过改进，以便在狭小的空间中更有效地安装炸弹。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成功安装了3枚227公斤的高爆炸弹以及1枚454公斤的子母燃烧弹。值得一提的是，这枚燃烧弹内部装有128颗3公斤重的子燃烧弹，这种设计极大地增强了轰炸的威力。经过这一系列改进后， B-25轰炸机总共减轻了181公斤的重量，理论上基本满足了长途飞行的航程需求。执行任务不仅需要必要的装备，更离不开值得信任的机组成员。为了确保成功，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推荐了绰号吉米的中校詹姆斯·杜立特担任队长。
杜立特是一位卓越的飞行员，他在1925年曾获得施耐德杯水上飞机竞速的冠军，并于1936年成功完成了横跨美国大陆的远程飞行，展现了他非凡的飞行才能。然而，在航空母舰上起降飞机与在陆地上起降截然不同。B-25轰炸机仅有142米的起飞距离，这个距离仅为其正常起飞距离的1/5。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陆军飞行员，也必须向海军教官重新学习起降技巧。海军最终推荐了一位年轻的飞行教官亨利·米勒中尉，他当时只有29岁。这一年轻的面孔令陆军飞行员心中有些不服气。当麦克得知米勒甚至没有驾驶过 B-25轰炸机时，他不屑一顾地调侃道：“难道海军派来的是游泳教练吗？”面对这种不信任和挑衅，米勒决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经过一次试飞后，他向学员们打赌：“我只需以8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起飞，就能让 B-25飞上天。”对此，学员们纷纷表示不可能，因为众所周知 ，B-25的起飞速度是170公里每小时。然而，米勒在学员们惊讶的目光中，成功让 B-25在低于100公里的速度下起飞，令所有人对这位年轻教练刮目相看，纷纷表示佩服。1942年3月1日，24架改装过的 B-25B 型米切尔轰炸机的机组人员全部征集完毕。驾驶着这些飞机，他们从明尼阿波利斯飞往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机场。在米勒与杜立特的共同指导下，学员们开始了为期3周的集中训练。在此期间，大部分学员顺利完成了超短距离的模拟起降训练，但训练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架 B-25在起飞时发生了事故，严重受损；另一架则在滑行时前轮发生震动，最终2架飞机因无法及时修复而被遗弃。3月25日，22架 B-25从埃格林机场起飞，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麦克莱伦机场。紧接着，在3月27日，他们飞往萨克拉门托的飞机补给站进行最终的调整。到了3月31日，确定参加任务的16架 B-25陆续抵达加州海军阿拉米达航空站，航母大黄蜂号也顺利抵达阿拉米达。在此期间，机组成员的数量从24人减至16人。不甘落选的士兵们举着150美元，希望能有人放弃名额，而在场的其他士兵则讥讽道：“一群人拿着钱就是为了去送死。”然而，被选中的机组成员没有人动心。这次行动的资格绝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接下来，大家就静待出发的时刻。起飞后的美军轰炸机以各自散开的方式向东京飞去，经过约6个小时的航程，终于在当地时间正午左右抵达东京上空。当时的日本民众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误以为是自家的飞机，直到美军开始投下炸弹。杜立特空袭虽然仅造成数百人伤亡和90多栋建筑物的损毁，但对日本的工业和军事基地造成了显著打击。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神户等地的关键设施，包括日本柴油机制造公司第一钢铁厂、三菱重工和名古屋飞机制造厂等，都遭遇了轰炸。与此同时，许多小型目标也未能幸免，如9栋电力大楼、一家服装厂、一家煤气厂和一家临时医院等。美军的轰炸目的明确，主要针对的是日本的军事和重工业。可以说，这次轰炸是相当成功的，并且美军的飞机没有一架被击落。此时，或许有人会疑问，既然事先已发现美军即将轰炸日本，为何美军仍能如此顺利地完成任务？事实上，这与日本海军司令山本56的固执和对美军科技认知的不足密切相关。尽管他得知美军航母已搭载轰炸机准备攻击日本，但他仍固执地认为，由于距离遥远，美军绝对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起飞，至少需要航行1天才能适合轰炸机的起飞和执行任务。山本56认为，只有一艘航母舰队进行轰炸式小题大做，不值得引起国内的恐慌。他打算等待第2天集中舰队包围并消灭美军轰炸机。没想到这次判断完全失误。由于美军飞机提前起飞执行任务后，部分飞机在返回时由于燃料不足，无法降落在预定的中国机场，最终导致15架飞机在安徽、浙江、江苏等地紧急迫降或坠毁，飞行员大多选择跳伞逃生。剩余的一架 B-25
由于燃油不足，只能选择距离更近的苏联进行迫降。当时苏联与日本有中立条约，因此迫降在苏联的这架飞机被发现后，机组上的5名成员被苏联扣押。尽管说是扣押，实际上苏联对他们的待遇并不算差，毕竟如果放人，可能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外交不满。然而不久之后，苏联便宣称这5名飞行员已全部越狱。与此同时，在中国的75名飞行员和机组成员中，有2人在迫降时牺牲，1人被日军发现并杀害，8人被日军俘虏，其余64人则成功获得当地居民的救助，辗转回到重庆、桂林等地，最终顺利返回美国。杜立特空袭之后，日本举国震动。当得知美军飞行员全部安全抵达中国后，日本政府愤怒不已，要求中国交出这些飞行员。然而，这一要求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不久之后，日本以搜捕美军飞行员为借口，发动了这干战役。日军发动这场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摧毁中国这干2省的机场群。杜立特空袭让日本高层感到深深的不安，他们意识到本土防御的脆弱，担心未来美军会利用中国的机场频繁轰炸日本本土，唯有摧毁和控制这些机场，才能确保本土的安全。这干战役爆发后，日本先后调集重兵向金华、兰溪、衢州等地进行大规模入侵。尽管中国军民奋力抵抗，但这些地方还是相继沦陷于日军之手。日本军队在攻占这些地区后，迅速掌握了美军飞机的起降习惯，重点对衢州、丽水、玉山3个主要机场进行了针对性的破坏。为了实现不可修复的破坏，日军动用了超过4700名工兵、4万多名步兵，抢征了超过7万名中国民工和接近4万名俘虏，对这3个机场进行了惊人的破坏。例如，在衢州机场，日军围绕机场挖掘了2万米的壕沟，并将距离机场8公里外的乌溪江水引入机场，导致整个机场泡在水中，成为了一个泥塘。而在丽水和玉山2个机场，日军则用炮弹炸毁跑道，挖掘纵横交错的大沟，并将土壤转移，以防止回填。同时，他们对周边数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建筑，包括树木，进行无情的砍伐和推倒，整个地区变得凌乱不堪。在日军的破坏下，这3个对美军至关重要的机场沦为废墟，最大受害者是无辜的平民。当得知许多美军飞行员被中国百姓救助并转移后，日军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每到一个占领区，日军就四处抓捕当地居民，严刑逼供以获取情报。凡是听到与美军相关的信息的人，或者仅仅是目击者，甚至是毫不知情的村民，都会遭到杀害。有些村落因日军的怀疑而被全村屠杀。在衢县，因日军获悉曾有美军飞行员在此被救助，日军对当地居民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和迫害。他们纵火焚烧衢县，约10万余间房屋被毁，死伤人员高达5万多人，伤者难以统计。同时，参与抵抗的士兵也有1万余人牺牲或被日军杀害。在这干战役的3个月时间里，日军将矛头指向我国东部中心地带，侵犯这赣2省的48个县，并大规模实行3光政策。在他们经过的村庄和城镇中，无论男女老幼，几乎都遭到了蹂躏和屠戮。根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5万居民在这场战争中丧生。